假期花2天时间来一场香港 City Walk。从西九龙站下车，首先到达的是元芳商场 Elements， 这是香港首个水平横向式大型购物中心，只有2层，以中国5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划分5大区域。商场与西九龙站一体化设计，交通非常方便，有不少拖着箱子的消费者。商场出到户外就是西九龙文化区。这是一座面朝维多利亚港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，有17000平方米展览空间，有33个展厅、3间戏院、1间多媒体中心、学社、研究中心、商店。乘坐地铁前往星光大道 Avenue of Stars。星光大道是一条600米的海滨长廊，以香港电影为主题，展示了超过100个名人掌印。最初是将名人的掌印直接刻在地上。2019年翻新后，掌印移至栏杆上。扫描2维码便可观看与明星有关的电影短片。每一个对香港电影有情怀的人，都应该想来星光大道看看。快点回来，然后 Amuse by the Sea， 因为海边的灵感缪斯。不要给自己的自拍。大部分游客来这里的目的更多的是看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。星光大道走到尽头就是尖沙咀码头，去乘坐天星小轮前往对面的香港岛。天星小轮是穿越维多利亚港首选的交通工具。天星小轮分为上下2层，上层视野更开阔，能感受维港的海风。但下层港风十足，保留复古木质座椅、铁质风扇、星形装饰。准备靠岸。香港大量建设空中连廊，以解决地块内商业面积不足及地面层商务通勤不便等问题。政府对连廊系统进行规范和统筹，包括制定细则条例、加强建设管控等。空中连廊向周边串联多个建筑，融为一体。着重穿越各建筑物的中转大厅、商业大厦的群房。中环片区步行连廊系统全长超过3000米。
40条连廊将30座商业建筑、政府办公机构和交通设施连接成一个整体。现在要前往我的酒店。这是一条以玩具店闻名的街道，除了卖玩具，还卖各种怀旧的东西。这里就是湾仔的半山腰了。乘坐香港百年交通工具叮叮车前往中环。因其行驶时发出的叮叮声而得名。叮叮车从1904年开始运营，线路约13公里，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。从其有26辆到如今的165辆，其中包括2辆古董派对电车及1辆怀旧观光电车。在2021年获评全世界最大的服务中的双层电车车队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据说至少还要运营到2047年。中环小马尼拉。香港有37万女性外籍家务帮手 （Foreign Domestic Helpers）， 大部分是菲律宾人。他们大部分为暂时性的契约所雇，无法享有长期居留或入籍的权利，更不允许接待家人共同生活。远离家人，在香港很难找到感情的依托。香港居住环境的低色，带来了无数遁形的尴尬，异乡漂泊的疲惫和孤独。今天是周日，中环的公共空间是菲律宾籍劳工宝贵的闲暇空间。这里是他们的家外之家 ，Home Away from Home。能和来自同一国家的亲人和朋友互动联络，暂时摆脱工人的身份规训。接下来，我将前往太平山顶。在人行天桥行走，不必经过任何繁忙的行车街道。
排队乘坐缆车。太平山缆车1888年投入运营，是亚洲首条缆索铁路，倾斜角度高达25.7度。缆车全长1.4千米，车程约8分钟。上山坐右侧，下山坐左侧，可以远眺维港景观。一会儿咱们可以下面有一个最高的地方，走一段前往云霄顶。这就是从山顶俯瞰香港的样子。听过《喜帖街》这首歌吗？讲的是一对情侣买了新房，准备结婚，连喜帖都印好了，才决定分手。利东街就是喜帖街，1950年代是香港政府为了方便管理而规划的印刷店集中区域。1980年代成为婚庆用品一条街，几乎每一对香港新人都会专程跑到这条被喜帖装饰满街的街道，全长200米。1997年，香港政府将利东街列入重建计划。2003年，政府正式推行 H15 重建项目，本地街坊组织成立了 H15关注组，积极组织居民谈判和争取安置权益。2004到2005年期间，专业学者、文化艺术工作者介入进来，与街坊、湾仔区议会合作，开展了数次规划工作坊，强调在保留传统产业特色的同时，支持新业态开发。原来的印刷产业向高端和定制化转型，为街道注入新的活力。利东街更新10年后，城市空间环境的提升、产业升级和商业的繁荣赢得了不少赞赏。香港蛋挞榜上有名的蛋挞。这里是休顿游乐场，里面有一个7人小型足球场及4个篮球场。听说少年余文乐很喜欢在休顿游乐场打篮球。在弹丸之地，香港最寸土寸金的地段，竟有这么大一个室外球场，这让湾仔没有中环的冷酷和精英，没有铜锣湾的拥挤和繁忙。据说早上这里是等候工作的地点，不少待业者都会等待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。中午饭点，店内坐不下，打包外卖又不想窝在办公室吃的人们，就将午饭带过来吃。晚上就变成了平民夜总会。
这里是香港铜锣湾最繁忙的道路之一。这条街还有个特色是拥有很多便宜实惠的快餐店。Five Gas 让 Grand 老刘家零散不绝口的汉堡。轩尼诗道这条路很有意思，他把湾仔分成了两边。北边就是新田海，地方很新很漂亮；南方是旧区，就是老湾仔，两边很不同。今天的 City Walk 先这样，下次再见！别忘了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指，点个赞再走吧。